有秦玄雅抿了抿嘴，眼底还有些不甘。李长寿叹了一声，直接开口：哎，玄雅，你可是这位孔宣道友的对手吗？不是。我也不是，忍忍吧。有秦玄雅对着孔宣做了一个道揖，站在李长寿的身后，不再多说什么。孔宣又露出少许笑意，言道：你这小法师倒也是个妙人。对了，你家大法师可曾提起过我？李长寿不由心底思量，要是实话实说，会不会惹恼这位定位模糊的洪荒狠角啊？啊，我跟大法师同处的岁月不长。孔宣面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阴沉下来，但却听大法师提起过那么一两次。孔宣瞬间就多云转晴，眯眼轻笑。他都说什么了？不是，大佬您到底男的女的呀？这个问题不搞懂，我总觉得事情会变得非常刺激。道友，李长寿皱眉，此涉及我家大法师清誉，恕我多嘴问一句，您道号是写作萱草之萱，还是宣告之宣？问我属阴属阳，直接问就是了。刚才还觉得你直言直语，性情不错。孔宣哼了一声，淡然道：我此时尚未决定阴阳归属。话语一顿，孔宣的目中泛起了少许回忆，轻描淡写的道了句：若非他当年避而不见，我或许已做出抉择。这都行？不对，这里面好像有故事，只不过稳妥起见，我也不敢多说，也不敢多问啊。这就是传闻中的天地间第一只孔雀吗？李长寿的指导人站在云上，注视着孔宣带着那少女消失的地方，心底泛起了一个又一个波浪。首先，他在这儿要对大法师郑重的道个歉，刚才他稍微用大法师当了一下挡箭牌，但是性质绝对不算恶劣，而且呢，绝对没替大法师许诺什么，只是重点介绍了一下大法师如今的生活状态，委婉地提及了老纯阳的感情状况。从刚才短暂的交谈之中可以得知，孔宣对大法师是有些敬仰的。自己在典籍上看到的那一段记载，8成只是简略版本，当年的情形应该会复杂一点。这个事儿吧，他这个非正式圣人弟子也不好多说什么。刚才的交谈之中，李长寿也没有能得到更多有关孔宣本宣的讯息，他只是确定了孔宣是凤族出身。你说这李长寿总不能直接问人家跟脚吧？从孔宣这一次现身的表现来看，这位凤族高手对人族并无恶意，当然也谈不上是善意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先天圣灵，对人族的态度就是站在人族之外的角度，人族对他丝毫不重要，可有可无的那种。刚才有秦玄雅有些不忿，要对吃人杀人的孔雀妖施以惩戒，这同样没有错，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。唉，李长寿悠悠地叹了一口气，转身落向下方。这孔宣如果真的对大法师有点敬仰，那大法师何不牺牲一下小我，为人家拉来一位超强的打手？大法师天天算计着让我拐云霄仙子回去，大法师自己却对这种高手拒之于千里之外，以身作则才是大师兄的真正担当啊！再说了，若是不想走男女之情，也可以走一走兄弟之谊嘛。这带草字头的轩和不带草字头的轩，人那边都可以的嘛。哼！李长寿的心底一笑，突然想到了未来某年某月的洪荒新闻稿的标题：惊爆天地奇闻，紫霄宫第4次讲到，文道人与孔宣2位洪荒狠人竟然因为玄都大法师身边的座位大打出手啦！玩笑玩笑。李长寿思考问题一般呢都会去尽量的全面思考，由此也能够经常得出一些比较有趣的观察角度。比如此前的那一名孔雀少女，孔宣阴阳未定，又是天地间的第一只孔雀，那这个孔雀少女是咋来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问题呢也相当具有洪荒的哲学观。
白云垂下，月光洒落。李长寿看着一侧低头不语的有情玄雅，心底的念头轻转，想着如何让他知道今日有多么的危险。顺带一提，此前他对有情玄雅传声时，因为已经发觉孔宣没有要打杀了此地这些人族炼器师的打算，故未想露面。为了让有情玄雅不出声，他用了自己的嗓音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仙识传声竟然被孔宣给截获了。在当时极短的时间之内，李长寿只能够做出损失最小的抉择，用小法师的身份站出来，事后让有毒保守秘密。几名渡仙门长老向前对李长寿做道揖，口称：渡仙门炼器士拜见前辈，多谢前辈搭救之恩。先去将这些凡人安顿一下吧。李长寿看脸铁笼中的那些身影，叮嘱道：记得对凡俗管事者交代好，他们受了惊吓，需要静养。是。几名长老齐声答应。他们也不傻，从刚才李长寿和孔宣的谈话中已经明白了李长寿人教高手的身份。李长寿有交代，那这几名长老自会全力以赴，小心处置。玄雅，李长寿又故意端起架子，随我来，我传你一门法术。有情玄雅自知他长寿师兄不想被人识破身份，轻轻颔首道一句：多谢前辈。李长寿再次驾云，带着玄雅去了不远处的一处悬崖上，拿出2只蒲团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有情玄雅略微欠身，盘腿坐了下来，低头看着自己的仙指，眸光越发暗淡。李长寿抬手在周遭布置了一层仙力结界，又将一枚青蓝色的玉符递给有情玄雅，叮嘱他：有情师妹，将此物贴身带着，提防被人窥破心神。人前称玄雅，是为了突出他小法师身份的高人属性，人后那自然是不必了。谢师兄。他轻轻一叹，神色满是落寞，低喃道：长寿师兄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事了？哦。李长寿也在旁盘腿坐下。做错了何事？那明明是我们不能敌的存在。有情玄雅目光看向一旁，有些话想要脱口而出，可玄雅觉得总归又是咽了回去，眼中满是黯然和自责。觉得哪怕是被打杀了，死在那儿，也该发出自己需要发出的声音，也要让该被惩处的得到惩处，是这样吧？疗毒第一步，引发共鸣。有情玄雅略微一愣，扭头看向李长寿此时的指导人的侧脸，喃喃道：师兄。唉，有情师妹，你跟我还不太懂世事，性子简直一模一样啊。有情玄雅眨眨眼，注视着这一张陌生的侧脸，仔细地听着。但是有情师妹，你跟我又不一样，你哪怕是遇到了挫折，遇到了打击，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坚持。我就跟多数人一样了，遇到1、2次磨难，就主动收起了棱角，让自己变得更圆滑，让自己去思考深周的环境，而渐渐的被环境所同化。说这些的时候，他心底划过了一幅幅前世的画面，又将这些画面弹指挥散。有情师妹，其实我刚才想好了该如何说教你。我应该让你知道洪荒的凶险险恶，让你知道刚才去触怒这种大能只是白白赴死，喊得再大声也扭转不了什么，还有可能会连累那几位长老的性命。我想提醒你弱者的生存法则，提醒你做事需要讲究方法。可是话到嘴边，突然发现我只是不想承认自己曾经被环境打败，又去告诉一个敢去挑战环境的人，他也必须跟我一样认输，如此罢了。哎，听不懂吗？有情玄雅低着头想了想，很快就老老实实的点头。
我在夸你。有秦玄雅的俏脸泛起少许红晕。师兄是说我很顽固吗？啊，不，你这个不是顽固，你只是有些头铁。在这件事情之上，我不会干涉你的决断，同样也不会去承担你造成的因果。但是师妹，有些事固然是原则上没错，但也确实应该考虑一下周围的环境。我是化身在此地，死了也无妨，但那几位长老，那些武将，甚至这个红林国的存在与否，都在刚才那位前辈的一念之间。有情师妹，看这里，切入疗毒第2步，举个例子。李长寿反手一招，一只指道人施展土遁钻了出来，提来了一筐鸡蛋。有情玄雅皱眉注视着，李长寿射来一颗大石摆在面前，拿一颗鸡蛋扔了上去，啪的一下，鸡蛋顿时炸碎，蛋黄蛋清泼洒而出。你看，这就是你刚才行为能够导致的后果。有情玄雅喃喃道：蛋碎，而且是稀碎。李长寿又拿了一颗鸡蛋，拿在手中轻轻地推了过去，将大石轻轻地推得动了一下，但是鸡蛋并未有半点破损。有秦玄雅若有所思状，李长寿突然感觉自己好像一不小心成了上辈子一些段子中的大师了。不过他这是正经教学，专业疗毒啊，必须要借今天这件事让有秦玄雅停止头铁的行为。你想到了什么？要讲究方法。李长寿笑了笑，把2颗鸡蛋递给有秦玄雅。给你出一个考题啊，还是刚才的环境，你依然选择站出来，要坚持惩处那个孔雀少女，坚持心底的正义，该怎么表达才能让蛋不碎石轻移呢？有秦玄雅抿起嘴唇，先手分别握住一颗鸡蛋，缓缓地闭上双眼。李长寿施起心印咒，飘渺的嗓音在他耳旁响起，印入他的心海。有秦师妹，你这一颗侠义之心比长生的道果都要珍贵，但是要记住，要将它用在合适的地方，让保护它的力量变得足够强大，它才能够绽放出更璀璨的光芒。所以啊，不要被人利用，学会审时度势，不逞一时之勇，懂得有进有退。单纯的对与错是与非，只适合山中修行那般平和的环境。洪荒之中，是非对错反复交织，并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。为兄希望你能够学会如何保护自己，保护身周的人，也希望你能够保持这一颗珍贵又高尚的心。为兄已经被环境所污浊了，也怕有一天会失去了最初的是非善恶。有师妹你这样的存在，才能够随时提醒我，照亮。疗毒第3步，给予认可，赋予使命。渐渐的，有秦玄雅握着那2颗鸡蛋，陷入了悟道之境。李长寿不动声色地将左手扣着的那一枚准备多年的玉符收回宝囊，感受着习习的夜风。这一次应该有效了吧？再不行，当真就只能把有毒给留在门内修行，别让他外出乱跑。2个时辰之后，长寿师兄，我会先点名人教道成，再言说今日之事，站住礼，然后……有秦玄雅睁开双眼，话音不由顿住。身周结界还在，挂在束腰玉环上的那一枚玉符轻轻闪亮光芒，但是身旁的蒲团已经是空空荡荡，那一道身影不知何时已经离去了。正此时，一缕传音钻入他的心海。记得，人教小法师是人教高人，与渡仙门毫无关联。有秦玄雅轻轻呼了一口气，重重的点头答应一声，马尾辫轻轻晃动。他站起身来，对着东边日出做了一个道揖。再起身时，俏脸已经没有了此前的迷惘，比之前多了几分自信，眸中多了几分思虑。
于山崖边静静而立，背影如此出尘。周遭节气散去，几位长老向前走来，听到了有情悬崖所说的那一声悬崖多谢前辈指点迷津。顿时渡仙门几位长老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有情悬崖看了那一筐鸡蛋，将它提了起来，转身迎向各位长老。悬崖，咱们去找你师会合吧。之前悬崖鲁莽，险些让各位长老置于险地，请长老责罚。几名长老对视一眼，不由面面相觑，立刻互相传声：这孩子怎么了？被夺舍了。听听，哼，这像是玄雅会说的话吗？怎么办？要不要控制住？送回内门，让掌门检查元神。先观察观察，快回话了。有情悬崖略微歪了一下头，几位长老连说啊无事无事，一时之间竟然有些手忙脚乱。地下某处，李长寿的指导人微微一笑，继续暗中观察，看看疗效如何。太阳星东升时，水神府中已经热闹了起来。李长寿助天庭的指导人换上了一身洁白的道袍，对着镜子梳理了一下白发白须。要不要去找大法师言说一声有关孔宣前辈之事？